1981年，正在丽的电视台当群演的周星驰突然收到一个消息，他的发小阿珍考上了无线的艺员训练班。但当时的周星驰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阿珍的这次成功报考，意外让他提前实现了自己萦绕多年的演员梦。这件事还要从周星驰的演员梦开始说起。1971年，年仅9岁的周星驰在看了由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后，直接被李小龙在电影中展示的功夫给深深的吸引住了。自此，他便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像李小龙一样的功夫巨星。为了能早日达成自己的梦想，周星驰小时候不仅专门去学习了武术，还买了很多关于表演的书籍。这些书籍虽然成就了日后的周星驰，但是也差点耽误了他。周星驰小时候在看那些关于表演的书籍时，误认为想要成为演员，就必须掌握书中所写的那些表演技巧，这对于没有学过表演的周星驰来说是很难的。也正因如此，所以一直喜欢表演的周星驰迟迟没有去考艺员训练班，因为他觉得能考过艺员训练班的都不是一般人，要么表演天赋极高，要么就是跑过几年的龙套，有一定的表演基础。当时周星驰觉得自己的表演天赋并不是很高，所以他选择了先去跑龙套。他原本打算跑几年龙套，有了一定的表演基础后，再去报考艺员训练班。就这样，他先到丽的电视台做起了群演。但令周星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1981年，他的发小戚美珍突然去参加了第10期无线艺员训练班的考试，并且还顺利通过了考试。戚美珍的成功像一道光，点醒了犹豫已久的周星驰。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无线艺员训练班的考试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因为戚美珍在报考之前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而且周星驰也不觉得戚美珍的表演天赋比自己高，因此在第2年，他便拉着自己的好友梁朝伟一起去参加了无线艺员训练班第11期的考试。为了能顺利通过考试，周星驰足足准备了1年的时间。他原本以为这次考试能10拿9稳，结果2人考试结束后，没有任何准备的梁朝伟早早就收到了无线的录取通知书，而他却迟迟没有收到。但就在周星驰以为自己名落孙山彻底没戏时，他却突然收到了夜班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周星驰明明报考的是白班，那么为什么会收到夜班的录取通知书呢？原因是当时无线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录取周星驰，而不录取周星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面试的时候演得不好，而是当时负责面试的老师不知道像周星驰这样的形象气质以后能演什么类型的角色，所以当时的面试老师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录取他。后来负责面试的老师把这个问题带到了课堂上，他拿着周星驰的照片问第10期的无线艺员训练班的学员觉得周星驰这个人怎么样，觉得他以后能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当戚美珍看到老师拿的照片是自己的发小周星驰后，他就一个劲的夸赞周星驰如何的优秀。虽然戚美珍不停的夸赞周星驰，但其他学员却不认为周星驰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因此这个老师上完课以后还是很犹豫，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录取周星驰。当时戚美珍也看出了老师的犹豫，于是他下课以后便主动找到了老师，便对他说，周星驰是我的好朋友，老师您就录取他吧。老师回复道，录取他，那他以后能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呢？戚美珍说，他不仅会功夫，而且人长得也英俊，最重要的是他还很搞笑。在戚美珍的不断求情下，这个老师最终决定录取周星驰，但由于当时白班已经招满了，所以周星驰便被安排到了夜班。可以说，如果没有戚美珍的帮助，周星驰的演员梦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而周星驰为了感谢戚美珍对自己的帮助，此后他的电影中便有了一个叫阿珍的女孩子。在周星驰备考训练班的那一年，他日后的黄金搭档吴孟达却在忙着还赌债。上集我们说到，吴孟达为了还赌债，把自己欠钱的那几个高利贷的老大给约了出来，最终那几个高利贷的老大同意给他延长还款期限。虽然高利贷的老大给吴孟达延长了还款期限，但吴孟达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挣钱还给他们。当时吴孟达想回片场继续演戏，但当时他的名声已经臭了，已经没有导演愿意再跟他合作了。就在吴孟达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的时候，一个名叫执法者的剧组给他打了个电话，邀请他去出演剧中的一个小角色。一开始吴孟达并不知道为什么执法者的导演会邀请他去参演这部电影，直到他到了片场以后，他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因为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周润发，正是周润发从中说情，所以导演才最终同意启用他。周润发在片场见到吴孟达以后，他也解释了当时为什么不肯借钱给他，因为他害怕吴孟达拿到钱以后再去赌，毕竟赌徒的话是不能信的。这时吴孟达才知道，原来周润发不借钱给他是为了不让他陷入更深的泥潭，于是他选择了原谅周润发，两人的关系也随之重归于好。拍完这部电影以后，吴孟达也决定痛改前非，他不但戒掉了赌博的恶习，还开始主动寻找演出的机会，哪怕是只有几句台词的龙套角色，他也认真对待。而他的这份认真也影响了一个人，他就是周星驰。一天，周星驰在午休的时候在片场遇见了吴孟达，当时二人还没有成为好朋友，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午休前，周星驰看到吴孟达拿着一个剧本一直看，等午休结束后，他发现吴孟达还在那儿看。当时他还以为吴孟达接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于是便走过去问道，大哥，您今天演什么角色，有多少句台词？吴孟达回复道，只是一个小角色，我有3句台词。
一开始周星驰还以为是那种很复杂的台词，毕竟吴孟达在那看了那么久。结果他拿过剧本一看，是那种你好再见之类的超简单台词。一般演员在演这类角色的时候根本不会看剧本，他不明白为什么吴孟达要看那么久，于是便问道：大哥，这么简单的3句台词有必要看这么久吗？我就好唔明白3句對白有冇需要睇咁耐呢？吴孟达回复道：有必要，就是因为我的台词少且简单，所以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让这3句简单的台词变得不简单。吴孟达的这番话让周星驰彻底明白了该如何成为一名好演员。后来周星驰在拍摄《喜剧之王》时，还专门致敬了吴孟达的敬业精神。请问有多少句对白？你有3句对白。请问这是哪3句对白？第一句是啊，第二句是哦，第3句是你还是走吧。在1981年这一年，还有3个大家熟悉的演员报考了无线的艺员训练班，他们分别是刘德华、梁家辉和徐锦江。这3人公认演技最好的肯定是梁家辉了，但梁家辉在训练班还没毕业就被开除了，而他被开除的原因居然是太能演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刘德华和梁家辉考入训练班后不久，老师就安排他们2人到电视剧《千王群英会》中去跑龙套了。这是2人第一次参演电视剧，他们2人为了能把各自的龙套角色给演好，在开拍前，他们2人都给自己的角色设计了一个招牌动作。刘德华往自己嘴巴里叼了根牙签，而梁家辉则选择把手放在西装内侧的口袋里，做出随时拔枪的样子。结果一开拍，他们2人就被导演给臭骂了一顿，而被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俩戏太多了，抢了主角周润发的风头。当时 TVB 的导演很讨厌群演给自己乱加戏，所以刘德华此后在跑龙套的时候就完全按照导演的意思去演了，而特立独行的梁家辉呢，则还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演。由于梁家辉不听话，再加上当时 TVB 要跟他签8年的长约，他不签，所以他就直接被开除了。他们3人中最倒霉的应该是徐锦江了。徐锦江是国画大师关山月的弟子。1981年，刚刚从广美毕业的他来到了香港办画展，结果到了香港以后，他的画展无人问津。武当挑堂年夜雨，厄运专挑苦命人。就在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父亲意外离世的消息，而他母亲也被重病缠身。此时急需用钱的徐锦江了解到，当时香港最挣钱的行业就是演员，于是他便去报考了无线的艺员训练班。从训练班毕业后，徐锦江原本只想演正剧，没想到却被麦当雄忽悠着拍了风月片，并成为了当时风月片的一哥。而忽悠徐锦江演风月片的麦当雄，他的电影公司则恰好是在徐锦江考入艺员训练班的那一年成立的，只是当时他的电影公司刚刚起步，一切都显得举步维艰。就在麦当雄为新公司寻找出路时，一家名叫世纪影业的电影公司却迎来了开门红。这家电影公司的老板是刘镇伟和于允抗，2人成立公司以后，投资拍摄了一部名叫《边缘人》的电影，这是新浪潮导演张国民执导拍摄的第2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度被认为是港片卧底题材的鼻祖。这部电影虽然画面质感粗糙，但镜头语言却十分大胆生猛，尤其是警匪闹事的混战和结尾的困兽之斗，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和情感的双重冲击。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电影的运镜和剪辑依然不过时，而且这部电影还奠定了无间道的雏形。在张国民大获成功后，老板于允抗也拍摄了他人生中的第3部作品《凶榜》。这部电影至今都被认为是香港恐怖片之最。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压抑的基调，影片中恐怖桥段很多，即便现在再重温这部电影，依旧让人毛骨悚然。这部电影上映后，在当年获得了430多万港元的票房收入，位列当年票房排行榜第14位。也是在这一年，另一位新浪潮导演谭家明在美国拍摄《艾莎》时，邀请了当时正在美国躲避秦汉的林青霞来主演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林青霞荧幕形象的转折点，在此片中，她一改往日的青春形象，在表演上，林青霞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可塑性，她将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都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给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虽然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不理想，甚至还一度让林青霞陷入过气的舆论漩涡，但这部电影却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林青霞正式踏入香港影坛，开启了全新的事业篇章。